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自己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确实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却感觉好像突然又不行了呢，仿佛又回到了开始实修之前的状态。这是不是白修了呢？还是说自己悟性太差，机缘未到呢？在开始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聊一聊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在这个故事里描述了一个位于地下的洞穴住所，洞里有一条宽阔的道路通向地面。在这个山洞里居住着被终身囚禁于此的囚犯，他们的腿和脖子被链子固定，以至于只能朝前看到洞穴的墙壁，而不能转身回头顾望，因此他们永远看不到背后的洞穴出口，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出口。他们唯一能看到的是他们所面对的墙壁，在他们身后远处是燃烧的篝火。囚犯看见火光照亮的墙壁，却看不见光源，他们只能看到墙上闪动的光影。囚犯同火炬之间有一堵不会遮挡光线的矮墙，顺着这堵墙壁有人来回穿梭，搬运着不同的物品，包括一些用石头和木头做的人体和其他生物模型。这些物体高过那堵矮墙，但搬运者比墙低。其中的一些搬运者相互交谈，另一些则保持沉默。由于囚犯面对洞穴墙壁，于是那些来回移动的物体在墙上投射的阴影，就被囚犯当作是会移动的影子。当有人说话时，洞壁上的回声让囚犯以为是那些影子在说话。他们把这些影像当作生物，把所有发生的事情理解为这些生物的行为。墙上演绎的故事，对他们来说都是真相。他们从这些影子中钻研出一整套学问，并试图从他们的出场和动作中找出一系列的规律，并且由此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些预测最准确的人还会得到嘉奖。当这些一直都生活在洞穴当中的人，突然受到了一个来自洞穴之外的人的指引和召唤，其中有些人就由此离开了洞穴，然后进入到了外面的真实世界。可是有意思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走出去的人当中，又有一部分人选择重新回到了这个洞穴当中，返回自己习惯的位置，因为他们觉得还是待在洞穴里边踏实，觉得在那里的生活更加舒服，更加适应。真相和自由什么的并不重要。那这又是因为什么呢？是他们没有能力觉知到真相吗？当然不是。他们不是已经从幻象当中走出来过吗？正如大家也同样可以在看书听课或者经历某些事情的时候，实现所谓的顿悟时刻，看清背后的真相和实相一样，不是吗？那为什么最后又会退转，或者说失败了呢？其实原因就是2个字：习惯。注意，并不是说你不能，而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和认知，还有你的妄想，是他们觉得不舒服，是他们让你停下来，是他们让你又重新回去的，是他们告诉你你不行，而你并非像你想的那样悟性不够，慧根太差等等。其实你只是选择了又去认同你的那些感觉不舒服的习惯、认知和妄想，认同了他们就是你自己，于是你就从接纳，无形之中又变成了不接纳，变为了对抗。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客观来看，这一切其实都太正常了。我们毕竟还是凡夫，还没有见性成佛。使人你的6根就不可能清净，你就得生活在这个3维世界里。圣人也是人，不是神，也还是得借助这个肉身去完成他们在人间的使命，不是吗？所以圣人们在他们的修行之路上也都会有情绪，会有起伏，会有起心动念。
你和我更是如此。而圣人和我们的区别呢，无非就是对一切发生的当下觉知，以及在发生之后的如何面对，仅此而已。只要你可以做到当下觉知，然后选择允许，再以内观和格物去面对这些起心动念，那你就是圣人。相反，如果你选择了不接受，然后抱怨、评判、对抗、造作，那你就是凡夫俗子。一切都在于你自己的选择，还有你有没有这个选择的能力。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说了，我就是做不到接纳和允许啊，凭什么在我遭受逆境、挫折、打击、失败、种种不顺的时候，我还能做到接纳呢？我做不到啊。那我只能告诉你，你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认同过我之前所讲的，我们到底是来地球干什么的？我们来地球只有一个唯一的目的，那就是完成灵魂的升级，实现内在维度的提升。其他所有你在这个三维世界的感受，都是为了要帮助你去完成内在提升这个目的的项。你之所以做不到接纳，是因为你不认同于这一点。如果你一旦从心底里认同了这个大前提，那自然你就可以接纳一切。为何我总是说让你忘了结果，忘了你的所求？因为你一切的求都是梦幻泡影，你只是一个来地球这个虚幻的修行道场，或者说灵魂学校，完成提升这个任务的一个不成熟的低级的小灵魂，仅此而已。可你呢，却把这儿当成了你最终的归宿。一旦这样，那在这几十年作为一个人的考试，就算是失败了。所以如果你能明白这一点，那你这一辈子唯一在意的就应该只有一点，那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获得内在维度的提升。除此之外，别的你根本就不会真正的在乎，你也就永远都不会失去内心的这份平和。比如我如果负债赔钱了，但是我经过这次的人生体验，最后我实现了知行合一，因此我获得了内在的提升，那我就应该开心。我为什么要难过呢？如果我失恋了，伤痛过后的我发现这个过程让我成长了，获得了内在的提升，那我便会感恩。如果被人欺骗、被人伤害、侮辱，但是我发现这个过程帮助我看破了我执，看破了欲望，看破了执念，那么我的内在就又因此而提升了，所以我会开心而不会愤恨。如果我正在遭受逆境，但是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一定又会获得某个维度的内在提升，那么我就会面带微笑，心存感激。这才是对的境界。记住，你所执着的到最后什么都不是，这都是这个学校里所设置的功课，都是游戏规则。在游戏里的东西能当真吗？在这个游戏里追求华丽的皮肤、顶级的装备，以及再多的游戏币，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只是正在浪费和荒废着你仅有的这几万天的宝贵时间，浪费着让灵魂升级的机会，却还不自知。你看，如果你想通了这个，你就能接纳一切的逆境，接纳一切的发生。不管你正在面对什么样的无常，都会先告诉自己，我的新功课又来了，又是一个提升的好机会。不管你正在做什么，工作也好，创业也罢，交友恋爱、教育孩子、照顾老人、减肥健身等等等等，你所做的这一切的目的也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验证自己内在的本自具足。验证一次你就提升一次，这就是所谓的致良知。至于说世俗的结果，那都是自然而然的，是来验证你是否知行合一的一个标准而已。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但凡一副高深莫测、仙风道骨，往那里盘腿一坐，
只给你拼命的描述在得到之后就能获得怎样的美好体验和美妙结果的人，往往都是假大师。因为你一旦是冲着这些结果去修行，不管是喜悦、离苦得乐，还是某种神秘的境界，那最终你都只会越修越痛苦，因为你一开始就已经住过了。你往往在开始修行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不会看到他们所描述的这些结果，于是你就很容易的会泪丧，会不接受，会自我评判，然后最终走向放弃。而一个真正的好老师，从来就不会去跟你强调任何的结果，他们只会跟你讲提升，讲自度，讲当下重因，讲在每一件事情上去体验，去下功夫，永远都告诉你要时刻提起觉知，只关注自己的内在有没有获得提升，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一旦你不再执着于这些结果，不是在为了得到这些结果而修行的时候，那么你每一次在自由意志之下的允许和接纳，以及随后的观自在，一定都会给你带来精进和内在能量自由度的提升。这样一来，你难道不会喜悦吗？难道不会平和吗？你难道还会觉得自己修行没有结果，自己失败了吗？当你再次升起自我怀疑和自我评判的时候，不妨先向内问问自己，为什么我只能接受好的，不能接受不好的？我是为了得到修行后能带来的某些结果而修呢，还是为了获得内在提升而修呢？当你可以这样向内审视的时候，往往你就一下子清醒了。记住，你是否接纳一切的发生都只是你修行的功课，你所处的任何的逆境也都是你修行的道场，你正在经历的一切痛苦折磨，也都是你世上磨练灵魂提升的机会。这是一个随时都要抽查你的考题。如果一旦你跑偏，内在住的是果，得到了就接受，得不到就对抗和痛苦，那么其实你就还不能称自己为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